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明代都城建设的情况。那么明朝初年呢，首先是以南京作为它的一个首都。我们知道，南京呢曾经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故都。那么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也曾经在这里建过都城。明朝时候呢，它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城市的核心区呢放在整个城市的东部，并不是在六朝故都的那个原本的中轴线上。城市本身由3重城墙围合，宫城和皇城相对比较规整，而外城的这个轮廓呢，顺应它原本的这个山水的地形，形状显得非常的不规整啊。它除了把这个皇城包含在内之外呢，里面还包含着大量的居民区、市场区以及城市西北部的这个军事防御区。目前，明代南京城墙当中呢，还保留着一个聚宝门，也就是今天的中华门。城门上面的建筑物已经被烧掉了，只剩下下面的这个城墙部分。这个聚宝门呢，是当时南京城南部最重要的一座城门。在它这个正式的城门的这个旁边，还设了好几道瓮城。这个瓮城呢，是中国古代城门非常重要的一种设施，就是有点像那个坛子一样，它能够加强城门部分的这个防御的强度。这张画呢，是明朝时候的画家所画的《南都繁会图》，它的性质呢，就类似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北宋时候张择端所画的那一幅《清明上河图》。它反映的是明朝时候南京作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会所呈现出来的非常繁华的城市的面貌。那么在洪武2年的时候，朱元璋呢又下诏，在他的故乡凤阳修建一座大型的中都城。这座中都城呢，其实只持续了6年的时间，工程就停止了，它并没有真正的建成。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划和遗址的反映情况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城市的格局呢，相比较南京城来说，显得更加的规整一些。它也是由宫城、皇城、外城3重城墙围合而成的。应该说，明朝初期所建的南京城和这座没有完全建成的中都城呢，为日后北京的城市规划提供了非常直接的借鉴。明朝初年占领大都的将领已经对这个城市的格局呢做了一定的改造，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放弃了大都城北部的一段地方，然后把这个城市的这个南墙往南去移了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明城主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呢，对整个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新的改造。一方面呢，构筑了非常宏伟壮观的紫禁城，然后呢，在这个紫禁城的外围呢，形成了一圈皇城。皇城的外围呢，就是北京内城的城墙就原本就北京也是和南京和中都一样，是一个3圈的这么一个城墙围合的构成。那么到了这个明英宗统治的时期呢，进一步的对这个城墙呢用砖来做加筑，同时呢去修造城门楼和这个瓮城，在城市的每一个角的位置都会修建角楼。目前呢，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处呢，就是北京旧城的东南角楼。到了明世宗统治的时期在嘉靖32年开始呢，对北京城做了新一轮的扩建规划。原本城市的南面加筑了1圈城墙，加这个城墙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呢，到了明朝中叶呢，这个区域里面的居民的数量非常的多，城市的街道也比较稠密，它需要加强它的保卫。其次呢，明朝最重要的坛庙天坛也在这个区域里面天坛的这个西边呢，还有一个先农坛，也是为了把这个坛庙呢包在城内，所以呢就加筑了这一圈外城。当然，按照他最新的这个企图或者最初的设想呢，希望在城市的西边和北边呢也再加上这一圈城墙，但是没有真的去动工，所以最后的这个北京城呢，它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凸字形的一个轮廓的特征。它其实有4圈城墙，
只不过这个外城呢和这个内城呢不是一个包裹的关系，而是一个南北并列的关系。这个是北京城啊，被梁思成先生赞誉为中古时代最伟大的城市规划杰作之一。城市的布局非常井然有序，一圈一圈的这个城墙，一座一座的城门，彼此之间呢有着很好的呼应关系。特别是城市本身形成的一条很壮观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呢，是从外城的南部正门永定门开始，然后呢一直来到了内城的南面正门正阳门，再穿越这个皇城的正门承天门，再穿过整个宫殿紫禁城的这个中轴，最后呢一直到钟鼓楼为止。这是当时长达9公里的这一条壮观的中轴线，目前正在积极的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工程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紫禁城，是当时大明王朝最核心的政治中心和皇室的生活中心。皇城的四面呢设4座门，南面的正门叫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东西分别有东安门和西安门，北边是地安门。整个皇城里边啊，除了这个大内宫城紫禁城之外呢，里面还设有太庙、社稷坛以及万岁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景山，还有这个大内的西苑，也就是中南海和北海。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府的机构，主要是为皇室、为王朝的核心所服务的。其中这个万岁山呢，实际上就变成了北京城的一个全城的制高点。站在这个地方，向这个南面去俯瞰整个紫禁城，还是能够体会到那种非常壮观的中轴线的关系。北京的内城一共设有9座城门，南面有3门，然后这个东西北各有2座城门。其中这个正阳门呢，和它前面那个瓮城的箭楼目前还保留着，但是所有的城墙都已经被拆掉了。此外呢，德胜门的箭楼也还在，其他大部分的这个城门都已经消失了，非常的遗憾。正因为北京的这个内城有9座城门，而皇城有4座城门，所以呢，民间又把北京城称之为4九城。这个皇城的正门承天门以南的区域是主要的官署区，就是为王朝服务的这个6部以及呢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官署的机构都在这里设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啊。内城的北部呢，元朝时候所保留的那一片海子，到了明朝开始呢，改成什刹海。在什刹海的这个沿岸呢，修建了很多的府邸、佛寺和道观。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成为了北京市民最重要的一片游览区，地位就相当于浙江杭州的西湖。明代的北京城的街道系统大致沿用元大都的格局，基本上呢呈这个棋盘式的方格网的这么一个布置的方式。但是相比元代而言呢，胡同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呢，当时的这个居民住宅以四合院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形式。当然，有很多四合院呢，一直也保留到了今天，非常适合北京的这个自然气候条件，住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此外呢，京杭大运河在明朝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基本上王朝的这个税赋收入很大一部分要通过这个漕运从南方运到北京来，而大运河的终端码头呢，不再设于海子的沿岸了，而是移到了通州地区，然后呢，再通过陆运的方式运到京城的城内。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导致了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居民呢，他会有一些微妙的区隔。后来北京流传的一句话叫“东富西贵，南平北贱”，这个话自从明朝就开始流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很多商人喜欢住在这个内城的东部，因为这个离通州比较近，很多这个从南方运来的这个粮食也在北京的东城这个区域呢设粮仓。而这个西部呢，它离玉泉山比较近，整个这个用水啊，包括生活设施方面呢，会更加方便一点。所以很多达官贵人啊，包括一些贵族们，都喜欢住在西城。而城市的这个外城呢，外来人口比较多，这个平民比较多，所以称为南平。城市的北半部呢，
有比较多的手工业者居住。古代认为这些所谓的建业，所以叫北建。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大致是有这么一个划分的一个趋势，但往往呢也会有一些特例出现。特别值得一说就是呢，北京的外城呢有比较多的斜街，这是因为当年在元大都修建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西南面啊有京东都存在，两个城之间呢不断有人往来交通，于是呢就走出了很多捷径，都是斜向的。后来在这个斜路的边上面呢，在修建房屋，就把它变成一种固定的胡同，保存下来了。它也反映出了城市发展和变迁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时代的烙印。北京外城的这个住宅的质量，包括尺度，明显不如内城，显得呢比较拥挤，比较稠密一点。从明朝中叶开始呢，外城逐渐成为了整个北京城的商业中心啊，在这个钟轴线上的前门大街的两侧，然后包括这个外城东西部的很多胡同里面啊，发展出了很多的商业的店铺。特别是呢，从永乐年间开始啊，也在外城出现了很多的会馆。这种建筑呢，主要是外地人啊用同乡的关系在北京所设的这么一种临时性的住宿和聚会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使得外城呢具有更为广泛的一个接纳外来人口的这么一个特点。